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有两个，一个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中国被评为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最大敌人。第二个是布林肯还谈中美关系啊。那么我们先讲讲第一个，这个跟我们的行业有关系啊。联合国在1993年将5月3号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旨在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提醒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那么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是将资讯视为公共产品。那么无国界记者组织啊，那么叫 RSF， 发表了这个2021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报告啊。这个指数的报告呢，中国排名，这个报告涵盖了180个国家，那么中国在180国家排名当中排到第177位啊，那么倒数第4啊。新闻自由最高的是就是全部前3名全部都在北欧，韩国在亚洲排名第1啊，排42，台湾全球排名第43，亚洲第2。那么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主任叫艾伟昂啊，那么他这么说啊，他这么评价中国，他说就中国而言，无国界记者组织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新闻业的最大的敌人，也是全世界新闻资讯自由最大的敌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那么中共政权不仅打压自己的人民，而且控制舆论。过去10年，新闻和资讯自由出现了严重的倒退。中国的新闻环境在过去1年里史无前例的恶化，而且看不到有任何改善的前景啊。这是艾伟昂Elvini 的一个评价。他说，另外，中国通过电视、广播等诸多管道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利用各国开放的新闻自由和言论空间进行言论的渗透，包括不实的言论和虚假信息的传播啊。那么他认为这对民主国家和其他开放的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他呼吁民主国家加强对中国外宣工作、官媒和党媒的检视，要求他们和大多数的独立媒体一样，严守新闻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和公平报道的新闻标准，否则就应该对它作为政党代理人的媒体宣传机器做出合理的限制和制裁。然后中国是全世界关押记者和律师人数最多的国家，有超过120名记者被关押，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去年疫情爆发以来，挺身犯险前往疫区揭露疫情真相的数名记者，包括方斌、陈秋实、李泽华、张展，都被失踪啊，那么或者是被关押。其中张展去年年底以寻衅滋事罪重判4年徒刑啊。艾维昂说啊，中国对外国籍的新闻工作者态度越来越恶劣，在过去1年里史无前例地驱逐了18位外国籍的新闻工作者。他说，近年来中共利用新科技和网军等各种手段，不仅在国内将网络审查、监控、社群内的宣传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还把新闻审查和虚假消息传播到全球。其中与中国大陆语言文化共同性最高的台湾，是受中国虚假信息渗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中国近年来发动大外宣来改善它的国际形象和讲好中国故事，也将其新闻独立报道的本质扭曲为
为一党之私服务的政府文宣工作和爱国新闻、爱国者新闻啊，这是艾维昂就是吴江界新闻吴江界记者组织的一个对中国的一个整体的评价啊。那么另外那么美国之音访问了一名身在中国的资深新闻工作者，他讲的很多情况呢，跟我了解情况是一样的，我就直接把他的原话告诉大家啊。这位新闻工作者说那么就是老记者了，这个节日跟中国人没有关系啊。随着中国言论空间的收缩和整体政治环境的恶化，中国真正的新闻工作者都已经沉默了啊。过去6、7年来，中国已经越来越没有调查性和深度报道的空间。少数几位曾经坚持报道或者是监督政府的记者，面临的后果就是警察的骚扰和拘捕。中国官方的那些媒体，那根本不是新闻，真正的新闻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有洗脑的宣传材料。他对中国新闻环境的前景就非常的悲观他呼吁年轻一辈，特别是对新闻工作仍然抱有理想的学子，如果有机会，应该离开中国，到一个可以施展抱负的国家。继续留在中国的新闻圈，恐怕没有什么施展的空间这是一个资深的新闻工作者的肺腑之言好，我们来讲讲香港。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媒体的环境越来越恶劣香港记者协会连同香港民意研究所发表今年2到3月份进行的新闻自由指数的调查，反映的是过去1年对新闻自由的评价分别访问了1032名公众市民和367名新闻从业人员。那么新闻今天就是公布的这个指数新闻从业员评分创8年来新低，只有32分那么大部分认为元凶来自于北京和特区政府持续的严重打压。记者协会斥责政府全方位的削弱媒体的监察功能，包括港版国安法的实施、蔡玉玲案收紧查册、假新闻立法倡议等。记者协会的主席杨建新我认识他香港的新闻自由过去1年急剧恶化，他形容香港历来最差的时期，现在就是香港历来最差的时期。在港版国安法订立之后，特区政府全方位的打压媒体订立港版国安法，警方闯入新闻机构肆意搜查，自行修订警察通例中的传媒代表定义，各部门收紧查册等损害新闻自由，尤其是港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查车牌被控虚假陈述的罪成，对媒体的伤害最大。杨建新指出，香港传媒报道新闻的风险越来越大，逐步向中国大陆传媒的生态接轨，恐怕香港传媒日后只能成为宣传机器。这是发生在香港的事情台湾在亚太地区依旧保持了高水平的新闻自由那么 RSF 东亚办事处执行长就是艾维昂说，台湾不只是新闻自由的典范，也是对抗中国操控新闻自由的最佳代表。金融时报的记者奥尔科特报道说，大批记者从北京、上海、广州逃到哪里？逃到台湾，成为提高台湾知名度并获得国际支持的一个好机会。他说，许多记者因为发表文章批评中国政府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权行为，以及对疫情的处理不当，
在中国境内遭受困扰甚至受到威胁，他们纷纷逃至享有新闻自由的台湾。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沙磊就是其中一例。那么 RSF 今年特别点出有10个国家以疫情为理由进行言论控制和政治宣传，妨碍新闻和信息自由。好，那么就是中国媒体在海外的行为那么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汉学家林培瑞，他在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国营媒体在美国的一些雇员很多其实不是记者。他说当然我也说，我不是说所有的，是有良心的记者，中国一直有，但是派到美国来拿中国签证做记者的人一部分虽然我不知道有多少，但至少一部分只能说是特务，不是记者这大家都知道林培瑞认为目前美中双方媒体的布局是不对等的他说中国利用美国的自由空间到美国来把他们想散发的信息用自由媒体把它散发出来。自由世界的自由媒体当然允许，这是自由媒体的本意。但是相反的是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到中国把它的信息散发到中国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这就是绝对不平衡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林培瑞认为，他说不赞成用禁止的方法来对付这个情况。他说，对于故意散布假信息必须加以控制，但是要控制这个局面，不是不让他发言，而是让他发言，然后拆他的台，让大家知道这是说谎。以后他继续说谎的时候，美国和世界老百姓对他有一种免疫力，知道这可能是胡说八道。他说我觉得这个方法比禁止他说更好。有道理有道理。好了，我们来讲讲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不断的有网友提一个问题，说这个希望能够报新闻系，问我有什么意见。在会员直播里我们聊了一下，那我现在趁着这个世界新闻自由日，我们也来讲讲中国媒体行业我们叫新闻行业新闻界的情况。新闻界的情况大概有4个方面的情况。第一个，传统媒体在示威示威就是走下坡路那么5年前的，今年是2021年，那应该是6年前到7年前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次雪崩式的这个大下跌雪崩式的下跌，我讲的是报业出现了一次雪崩式的下跌，就是报业的这个广告收入，首先是广告收入雪崩就是塌下来。那么大家知道报业的发展，报刊其实是依靠报刊有2种商业模式，一种商业模式叫广告模式，一种商业模式叫免费模式。其实两种模式都是广告模式，就是报刊是要依赖广告存在那么因为在不发达的时期，那么靠卖报纸能够挣钱，就是比如说我一份报纸2毛钱那么我印刷成本加上人工成本是1毛8，那么我可以挣2分钱。那么发行量大，一发行就100万份，我能挣到钱。这是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已经不存在了。那么现在的模式是什么？我一份报纸卖2块钱，我的印刷成本已经是3块钱，甚至4块钱。那我中间靠什么？靠收取广告费来获取利润。那么5、6年前，中国的报刊行业出现了一次雪崩式的下跌那么大部分的报纸都在这次雪崩式的下跌的过程当中，
已经没有办法获利。中国广告最好的报纸以前是广州日报，后来陆陆续续出现了其他的报纸，但是这些年广告不断的从报业离开走到哪里？走到互联网去，因为看报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一个行业，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电台、电视台，我们叫电子媒体，报刊叫印刷媒体电视台已经全面的进入亏损状态那么只有几个电视台靠综艺的电视台，比如说像北京卫视江苏卫视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或者东方卫视这几家综艺节目，靠综艺节目维持其他电视台基本上都在赔钱所以传统电台因为有什么有汽车随着汽车的普及，电台的生存空间在改善，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汽车的这个播出空间所以电台的生存空间普遍好于其他的业态，这就是中国传统媒体的状况。然后资源在向什么？向互联网媒体集中那么互联网媒体又分两种，一种叫移动互联网，一种叫互联网传统互联网。像互联网已经有传统，在电脑上看的都叫传统互联网。那么资源又向移动互联网集中那么传统互联网也在受到冲击，受移动互联网的冲击，所以传统互联网的媒体也受到影响也没那么火了。现在火的是什么？移动互联网，就在手机上的媒体手机上的媒体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当局的管控史无前例，与文革时期无异，没有区别那么现在以中宣部主要是管传统媒体那么网信办管互联网媒体和移动互联网媒体。那么现在这两个领域它的管控史无前例到什么地步？动辄得咎所以整个新闻界死气沉沉钱挣得少很辛苦，但是当局的打压非常的严厉所以基本上我们之前看到的这种像维权像一些擦边球都已经不存在了，都已经调查记者全部都被消灭了。以前各个报社的调查组都解散都已经解散这个行业的新闻工作者动辄得咎到什么地步呢？动辄得咎到什么地步？就是直接中宣部下命令某些什么要干掉要炒掉就炒掉就这样。所以这是第四。第五呢，大量的媒体从业人员这些媒体从业人员都是非常有经验非常优秀的媒体从业人员，离开了这个行业，去它的边缘性跟它有关联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什么广告像什么这些这媒体运营等等，这就是相邻的行业，大体上是这样。真正对这个行业冲击比较大的，但是其实这些只是在底下没有翻上来，翻下来的事件是什么？说从去年到现在，非常多的大学院校、大专院校开始取消新闻专业这个是一个潮流这个潮流著名的有3个，一个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是去年停止招收这个新闻和传播的本科生这是今年。然后去年是什么呢？去年一个是人民大学，人民大学取消新闻和传播这个专业的统考只是不再招收全日制的这个硕士生然后就是南京大学停招全日制的硕士生，
只招定向培训，就是定培啊。这3所大学都是中国内比较有名的吧啊，其中人民大学是最有传统的这个新闻系啊。清华大学跟南京大学都是后来才开的啊。那么80年代呢，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大学里面新闻系并不多啊，有哪几个呢？有人民大学啊，就刚才念的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北广啊，就北京广播学院，现在叫传媒大学。传媒大学其实就是原来的北京广播学院。广播学院它主要是针对广播人才，就是广播主要是讲的是电台、电视台啊。还有一个就是华中科技学院，现在叫华中科技大学。80年代就这几家大学有新闻学院，后来就慢慢的就全中国的大学，重要的大学基本上都有。后来是清华大学是98年办的新闻系，北京大学是2001年成立的传播学院，然后是上海交大是2002年成立这个新闻学院，华东政法、华东师范是92年成立新闻专业，然后是02年成立这个新闻系，南京大学是86年恢复的新闻专业，在92年才设立了新闻系，03年成立的这个传播学院，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的传统的媒体在式微，这个行业在式微，那么中国的新闻系、新闻教育也在式微，这两者是有关联的。原因是因为你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你开这个系是有问题的啊，所以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大专院校开始停办新闻专业，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就趁着这个世界新闻自由日，也把中国的媒体的状况跟大家报告一下。好，我们今天下面就讲一讲这个布林肯，第二个主题，布林肯谈中美关系。布林肯是今天开始在伦敦展开为期1周的欧洲之行啊。那么期间会参加7国集团的外长会议，并且访问乌克兰首府基辅啊，去基辅访问，当然是这演给俄罗斯看啊。那么 CBS 昨天呢就播出了对布林肯的专访。当然，中国和中美关系肯定是主要的主题了啊。布林肯说，中国在国内和国外表现得更加咄咄逼人，正在挑战现有世界秩序啊。采访一开始，布林肯就说，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有军事、经济和外交能力来削弱、挑战当前世界秩序的国家。这种秩序是基于那些美国非常重视和捍卫的原则。这是一个定调啊，定调这就是美国现在为中美关系定下的基调，就是这个啊。布林肯说，我们的目的并非遏制中国，而是维护这种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国正在对这一秩序提出挑战。他说，任何一方对该秩序提出挑战，美国都会站出来反对，然后捍卫这个秩序。然后这个主持人就问，你见过中国在军事上像现在这样强硬、咄咄逼人吗？布林肯答，从未有过啊。那么我们看到，在过去数年里，中国在国内加强打压，在海外表现得更加咄咄逼人。布林肯说，中国相信自己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那个国家。然后就问他，那中国会不会取代美国呢？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呢？布林肯说，他说了一番话啊，这个话有意思啊。这取决于中国如何使用它的财富。中国存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等。而我的观点是，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财富
是它的人力资源以及最大程度的发挥人的潜力的能力。对我们来说是挑战，对中国来说也是挑战。我想，如果聪明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们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能发挥人力资源的潜力。这个话说得很婉转吧？然后新疆问题，布林肯说，我们已经明确地表明，我们看到新疆发生了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事件，超过100万人被拘押。北京说新疆存在恐怖主义危险，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没有来自100万人的恐怖主义威胁。布林肯还说，美国必须跟中国打交道，而美中关系很复杂，无论是对抗性的一面、竞争性的一面，还是合作性的一面，中国试图以更加有对抗性的方式进行不公平的竞争，强调布林肯强调美国与伙伴国家一起回应中国的必要性。他说，当我们和那些志同道合的、同样遭受不公待遇的国家一起向中国说不，会更有效、更有威力。那么他说，美中关系处于低谷的原因在于中国。在我来看，有2个原因。一，我们看到中国近年来在国内采取了更加压制的行动，我们也看到它在境外采取了更加嚣张的行动。美国完全有理由、有责任站出来抵抗中国在新疆和香港的相关行动。他说，中国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对人权做出了庄严的承诺，但他违反了这些承诺。他们还承诺会遵守捍卫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宪章，但他们正在削弱自己的承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言行。然后展望未来，布林肯说，中国的所作所为将对自己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因为他面对来自世界广大地区的责难时，发展经济会越来越困难。好，大体上是这样。我们对这个进行一个评价。我为什么要特地把布林肯的这个访谈跟大家完整的报告一遍？原因有2个。第一个，中美关系开始来到现在这个状态，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的信息少了？信息少了很多。它大概是中美关系大概的它是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一个高潮，然后下去一段时间，再一个高潮，再一个来。那么上一个高潮是什么？上一个高潮就是美日高峰会。美日高峰会其实是核心是什么？核心不是美日关系，核心是中美关系，核心其实还是针对中美关系。所以上一个高潮是美日峰会，它基本上是一个高潮一个高潮走。那么过去一段时间，美日峰会之后沉静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看又开始布林肯又开始出来接受记者采访，这个话题又开始上来所以我们要讲一下，这第一个。第二个，布林肯在描述中美关系的时候，他的重点和方向已经发生变化了。第一点，他现在不再讲合作了，也不讲竞争了他现在讲什么？他现在讲他的重点的诉求的方向是什么？中国在破坏国际秩序。大家要知道，美国的根本利益是什么？美国的根本利益，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对美国来说，这是美国的根本利益。为什么？因为美国是世界领袖，美国在维持这个世界的秩序，现有的秩序。这是1945年2战之后，美国和他的盟国，特别是在冷战时期，这个秩序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当后来的苏联垮台，这个秩序延伸到了整个东欧但其实原有的秩序就是这样的秩序。那么正常的国家，民主国家，正常的国家是在这个秩序下维持它的发展和存在。美国也享受这个秩序给它带来的好处。所以美国的根本利益是什么？维持现有的
现有全球国际秩序。布林肯在整个的访问当中，其实就讲了一点，其实围绕着一点展开，就是中国正在破坏这个秩序，中国正在破坏这个秩序，挑战这个秩序，削弱这个秩序，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中国在对美国的核心利益进行挑战、威胁、破坏美国的核心利益，这就是整个的布林肯在这个访谈过程当中要讲的主要的内容。这也是从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先低后高，那越来越高，现在调子越来越高。这个调子比当年的这个川普总统时期的调子还要高。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讲到最核心的地方，就是中国正在破坏国际秩序，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这就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就是说，你看，我觉得拜登总统上任之后，他的想法是先不要加剧中美之间的冲突，先解决国内问题再说。所以拜登总统上任的时候，很多人很失望的一个情况就是拜登政府他对华政策的调子很低，强调什么？强调我们不是把中国当作战略对手，我们把它当作什么？当作竞争对手。这一下子从川普政府的高调一下子掉下来，所以很多人很失望，觉得拜登政府是不是要绥靖政策？所以，那么把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对抗、合作三种状态。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布林肯的态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他只讨论什么？他只讨论中国正在破坏美国的核心利益。那你想想，中美关系是什么情况？所以大体上我们就看一下布林肯的这个访谈，实际上是重新定义了当前中美关系的核心状态，其实就是对抗。好，那我们今天的2个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谢谢。观点：生活在北美多年，见过政府官员因为曝光受贿1瓶高档红酒而辞职，一国首相因为用公车去参加朋友婚礼而被媒体曝光声讨。媒体作为第4权，在新闻和言论自由环境下，真具有巨大的监督和纠错的力量。非常好。提问：作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新闻行业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可否请王老师概括一下自由对新闻的根本所在，或者说何为新闻的自由？新闻的自由，新闻自由对新闻来说是什么？新闻自由对新闻来说就是它的生命。如果新闻不自由，新闻就全部都会死亡。所以刚才那个国内的那个新闻从业人员说，中国的新闻已经死亡了，讲的就是这个。自由对于新闻这个行业来说，就是它的生命。如果没有新闻自由，新闻行业就失去了它的活力和生命力。所以新闻自由非常的重要新闻自由不仅仅是对新闻行业重要，对整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新闻这个行业为什么重要？为什么把它叫做第4权？因为它是这个社会的监察者。我们之前讲美国的这个国体叫3权分立行政权，政府是行政权，这个法院法院是司法权，这个国会是立法权他们相互制衡，这3权分立就是相互制衡，互不从属。
那么这个国家在运行过程当中，到底会不会出问题？有没有问题？怎么发现他们的问题？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第四权。第四权就是新闻媒体。新闻媒体通过它无孔不入的监察，其实新闻媒体厉害的地方在于哪里？因为它有庞大的从业人员，数以百万计的从业人员，他每天都奔跑在大街小巷，观察、分析、思考这个社会发生的变化，出现的状况，以及监督政府，发现这个社会的黑暗和丑陋的地方，揭露它。揭露它的目的是什么？揭露它的目的是让它改正。那么为什么民主政治的国家媒体的曝光会改变这件事情，会改变一件事情的进程？原因是媒体会改变民意，改变舆论。那么媒体改变舆论会改变什么？会改变选民的取向，从而用他的选票改变政治局势。这就是媒体的力量的来源。媒体的力量来源，因为它会改变什么？改变你得到的票。所以为什么美国总统也好，美国国会也好，美国的官员、美国的议员，他都非常重视媒体。为什么？因为媒体会改变他得到的票。所以从这个结果，所以你看这个国家的运行的机制大体上就是这样，所以它重要性就在这里。那么新闻自由在中国不可得，所以中国经常出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就是当一件事情发生了之后，然后记者被摁住，不让说话，然后这件事情就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然后最后这件事情就消失在大家视野当中。然后过了若干年之后，同样的事情再发生，然后同样的事情再出现了同样的结果。这个社会没有学习，这个组织没有改变，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没有纠错功能，这就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但当然，这个社会公义也得不到彰显，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失去什么？失去了道德标杆。这是为什么中国？你看中国的报纸现在在中国这个作家已经失去了他的竞争力。为什么？在中国的社会新闻已经超过了作者的想象空间。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匪夷所思的这些新闻，原因是什么？社会没底了，社会没有人为这个社会进行兜底了，那这个社会就没有底线，就不断的突破你的想象力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所以，新闻自由对新闻行业至关重要。新闻自由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新闻自由对人类社会至关重要。观点：对中共宣传的拆台成本与中国的宣传成本是不成比例的，而且对中共在新媒体的拆台付出的成本代价会更高，所以该禁的谎言还是要禁止。谎言当然禁止。我理解他说的是什么，就是说有一些原则我们要维持一些原则，我们在维持一些，比如说新闻自由的原则。新闻自由的原则呢，它会反映在一些具体的操作当中。那么有些事情你就不可以做就比如说政府跑出来说你这个媒体在撒谎，这件事情你不可以做。你要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市场的力量，靠的是其他的力量来实现。为什么？因为当政府获得了这个权利的时候，获得了去指责媒体的权利的时候，当然今天你觉得他做的对，明天他可能就会做你觉得不对的事情。
所以有些事情，你刚才讲的这件事情，你就没有理解它背后，它有一段话没有讲，它有一段话，那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不用禁止的方法去做？其实它根本的是什么？他不想让政府拥有禁止媒体说话的权利。所以，当政府有禁止媒体说话权利的时候，你看一下中国，中国就是政府有了禁止媒体说话的权利的后果就是这个。所以该禁就禁啊，谎言的定义是什么啊？如果谎言的定义是由政府来定的话，一样是很危险。所以我们在考虑一个社会政策的时候，公共政策的时候，我们永远要看两面啊，就是你不想要的那一面，还有你不想要的这一面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为什么中共可以利用西方开放的媒体开放的体系？所谓开放的体系是什么？其实是一些基本的原则，而这些原则能改吗？如果因为中共利用这个开放的原则，利用了你这开放的原则，你去修改这个原则的话，你是得不偿失。为什么？因为你会付出比这个更大的代价，所以你看到这个代价，你没有看到更广泛意义上的代价，那个会更大。所以我是同意那个汉学家的观点，这是对的啊。那我情愿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因为一些隐形的代价，更巨大更巨大。提问，请问王老师，现在美国政府对中共大陆的态度是什么？作为竞争者，那么中共至少允许外国记者的真实报道，战略对手，那么中共必须对所有反对人员进行无差别打击。中共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美国仅仅把中共作为竞争对手而非战略对手，是美国政府现在做法是绥靖主义作祟，还是对中共抱有幻想？你把我刚前面说的话再听一遍，好不好？我刚才已经答过了这个问题。观点：东盟把中国拉进联盟是火中取栗，中国利用经济诱惑唤起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观察欧盟和东盟都是为了团结成一个联盟来扩大影响力。但对于东盟来说，拉拢中国相似于欧盟拉拢俄罗斯来换取短期的经济利益，让安全风险扩大，因为中国的扩张已经是明确的威胁。南海岛国正在承受这样的压力，除非做出改变，逐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才能改变恶化的局面。这一点我相信东盟也知道。但是要改变这个局面并不容易啊。说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怎么减少？很依赖啊。就是说整个东盟东南亚国家，我们可以讲还是这个星球原理啊。这个星球原理就是在中国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旁边。其他的国家、其他的经济体都会受到的影响，他会跑到你这儿来买东西，买着买着，你这个产业就会依附在他那里，他会向你输出游客，这些游客慢慢的，这些旅游行业会对他的游客产生依赖，等等这个你说逐步减少，谈何容易啊？真正要发生的还是不容易的。还有就是中国对东南亚的这种渗透和控制，包括东南亚的华侨，对东南亚华侨的洗脑，大规模的洗脑，把他们洗成什么？洗成中共的坚定的支持者这个非常难改变。特别是像马来西亚华人像泰国的华人这影响非常的大印尼还好一点印尼当年是印尼共产党这个影响很大，但是像马来西亚、泰国那边的华侨起得很厉害看东盟的态度，其实看谁呢？
东盟你不用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看，你只要看一个国家，你就知道东盟的态度。谁呢？新加坡。你就看新加坡的态度，你就知道，新加坡是最能够反映东盟的这个立场和它的取向。你看新加坡就知道东盟是这样，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都知道你说的这些话，他们很清楚。东盟这些国家都很清楚你说的这些完全没有错，非常正确，但是不容易。这里面看两点，第一点，美国的态度。对东盟来说，美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东盟非常欢迎美国重返亚太啊，他需要用美国的力量来制衡中国。但是在美国出现在他们身边之前，他们还得跟中国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没有办法。美国你要在地给他们真实的安全感。之前说要扩大新加坡的这个军事基地，你得把这些点布上，东盟才会有安全感，才能够真正的站在美国一边。这个局面没那么容易发生，这需要时间，需要付出努力代价啊。情况我是90后，曾经的国内新闻人，大学读的也是国内数得着的新闻传播专业。老师刚刚有提到我的母校，特别建议有新闻理想而且执着于真相，但胆子不够大的孩子不要读新闻专业，否则会很痛苦。我就是这样，现在肉身翻墙，回炉重造，读医科。现在越来越为自己以前写的文章忏悔，看到身边的脑残粉红，总觉得自己要对他们负一点责任。读医科，我的天，这跨度也有点大了啊！情况我也是老师提到的学校新闻专业毕业，之前在国内主流媒体工作了几年，亲眼看见曾经享誉全国的调查记者同事被当地公安局指责在自导自演，其本人被大车追，父母被当地警察威胁，后来默默地去总编室做了无关紧要的工作。我很敬重的部门主任也曾经在上海市外幼儿园事件后感叹难过自己在做错的事情，不过他已经太难转型。现在我也是肉身翻墙读其他的学科，当时在国内媒体工作的荒唐，只有离开才能重新理解。观点：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言论自由是保护做人的权利最基本的必要条件。没有了言论自由，大家就成了哑巴和瞎子，当权者就可以随意打瞎子、骂哑巴。情绪：中共不倒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真相，没有真相，中共就不会倒，有点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观点：有可能拜登政府一开始就知道中共是美国最大的敌人，但他们必须得到人民的共识，因此他们需要一步一步的证明给人民看。我觉得他们自己，拜登政府也是一个认知的过程。虽然他们在竞选之前有既定的想法，但是毕竟你坐的这个位置上和没有坐的位置上是不一样的，你掌握的信息，你对形势的判断那是不同。所以你坐到这个位置上来，然后打开这个地图一看，我的天，原来是这样啊！那怎么办？那你要去解决问题。去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你就慢慢的发现他的立场在改变。其实就是这样。我觉得这跟当初川普政府也是一样。川普总统刚开始没想的，你看川普之前对那个习近平那个点头哈腰，对吗？那不是一般的。川普总统跟谁最好？习近平关系最好，金正恩关系最好，普京关系最好，跟这三个人关系最好。那他要表扬的其他国家的元首只表扬这三个人，其他人没表扬过。那你后来为什么中美关系搞翻了呢？不就是在制定，当他打起贸易战来之后，发现越打越厉害，疫情一来，整个局给翻了，翻了怎么办？那就翻脸就翻脸啊，就打啊，那不就越打越厉害？就是
它总是有个渐进的过程，就是认知，然后制定政策，制定政策通过对方的反馈，有更多的认知，更多的认知再制定更高的政策，就一步一步就上去了。观点：美国和盟国建立的这个秩序不仅利己，而且利他，这样才能让世界保持稳定的发展，避免世界大战的再次发生。提问：请问王先生怎么评价英国前外交官这几天发表的中共有大概率发生政变导致习下台的判断？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中共是发生过宫廷政变，就是打倒四人帮打倒四人帮是宫廷政变。然后这个毛泽东发动文革都不算政变都不算政变。虽然他改变了他的处境也把他的政敌打翻在地，但不算政变那我们只看到过一起宫廷政变。现在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强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保护皇帝。保护皇帝，皇帝怎么自保？所谓的帝王术，无非是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什么？一个内容就是御民，就是驾驭民众，御民。第二个呢，自保，怎么保住我的生命，保住我的权位？这个帝王术基本上就这两大块当然还有一些中间怎么跟官员怎么这些乱七，基本上是两大块。所以呢，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帝王术是不断的在发展。中国的读书人天天都是在帮皇帝出谋划策，怎么样提高他的帝王术就能够皇帝觉得这个人主意不错，出个什么主意你这样，你出个什么主意？之前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皇太子，中国几千年来这个皇帝传位给他的儿子或者他的继承者，经常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呢？之前呢，传长传幼讲不清楚，搞来搞去。那后来呢？立太子呢，立出来的太子呢，又经常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呢？他会跟官场里的官员勾结，然后皇子之间打来打去。清朝的皇帝想了一个辙，想了个什么辙？我不告诉你皇子是谁，皇太子是谁，我把它写成一个遗诏，挂在匾后头，谁都不知道。所以皇子之间你们就表现好一点就行。我没事拿下来改一改，今天看到他表现好，我改一下，改成他。所以呢，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一个黑箱操作。你看，这帝王术发展到清朝，清朝之后就再没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帝王术不断的在进步，进步里面是什么？就是皇帝怎么自保。那么我讲这么多的原因是什么？中共在这个领域也是不断的在发展最早8341部队，后来变成中央警卫局，后来中央书记处怎么样去控制这些部队，然后总书记怎么去控制这些，他们天天研究这些东西。所以你说要发生政变，而且还能喊出来，这怎么发生政变？怎么发生政变？你说？这有点难，我觉得所有的宫廷政变，只有发生之后，你才能够相信它存在。它没有发生之前，没有人能够评估。你看不见宫廷里头吗？是不是？你说呢？提问：继脱贫攻坚之后，现在中国又在搞乡村振兴战略，请问王老师怎么看？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脱贫的延续脱贫呢还有3年的过渡期，现在叫脱贫了，好，我们全部都脱贫了，好，
还有3年过渡期。乡村振兴局原来的这个扶贫办，把牌子一翻过来，就变成了乡村振兴局，继续做扶贫办的工作。扶贫办还有3年过渡期，那就先把这3年过渡期巩固一下，然后再去讨论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在中国是一句空口号，为什么？过去20年到30年，中国在做一件事情，中国经济的成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什么战略？城镇化。城镇化是什么？就是把中国的农村最富有的人、最强壮的人、最有产业经验的人，把他从农村搬到城市里面去，城市就空洞化。所以中国的农村过去20-30年不断的在衰败当中，城镇化是中国农村衰败的一个元凶。那么中国经济要发展，它还会推动这个城镇化。现在城镇化仍然是中国的国策。你怎么振兴农村？乡村怎么振兴？人都跑光了，钱也跑光了，资源跑光了，产业也跑光了，怎么振兴？所以这就是胡扯啊！又没钱，又没权，又没有人，你怎么弄啊？所以其实乡村振兴局就是扶贫办啊。情况今年感觉网络的舆论导向和以往非常不同，不论是生活论坛、小红书、哔哩哔哩、抖音，但凡涉及出国和国外话题，下面大量 ID 攻击不爱国，让人感觉汗毛竖起啊。提问：现在中国以数以千万级的这个叫什么网评员5毛在工作呢，所以你就永远会看见，而且他尽量的把这个平台收窄，所以你看到的地方就是往5毛聚集的地方。提问，请问王老师，抖音会不会对年轻人形成新的洗脑手段？我感觉目前10多岁到50多岁的人都重度用它，抖音内容低俗、色情、无脑，非常担心新一代年轻人会被洗脑成啥样。抖音是洗脑利器啊，抖音绝对是洗脑利器啊，所以你不用担心，它已经发生正在发生，而且会持续发生下去啊。情况：山东省委宣传部发通知，要求企事业单位组织唱红歌活动，庆祝建党100周年。山东一向是很左的啊。我在省委党校党史学习班第2期学习，结业要搞党性考核，现在就是要每个党员再次做思想效忠。入党这么多年，江湖时代也没有这么搞。习近平搞的党内部也是苦不堪言，不说学习就是一遍一遍的洗脑。学习习近平的讲话和指示都是小事，真害怕把毛泽东的运动再来一遍，那是真是无语了。你没觉得现在就是搞运动吗？现在就是搞运动啊，只是呢没有像原来那样开批斗会，但也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提问，请问王先生 ，CCP 在中国有没有不敢惹的国际 NGO？ 国际 NGO 不敢惹的，现在中国还有 NGO 吗？没有了吧？国际的 NGO， 我也没有印象啊，我不大了解这个情况啊。提问，最近看到有武汉大学失踪的消息，武汉大学学生失踪的消息，墙内说是谣言，墙外说是和武汉的活体器官移植有关。请问王老师，到底有没有活体器官移植这回事？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西方有大媒体报道过。武汉大学大学生的失踪的这个消息不是现在啊，应该是10几年前的说法了。那么10几年前关于这件事情说了很多啊，传播很多。那么主要是现在关于这个活体器官移植，主要是法轮功的媒体在报道
那么基本上西方媒体我没有印象有报道这回事啊。那么器官移植这回事是有的啊，有的。这个从我以前记得卫生部长叫什么夫啊，这脑子一下子想不起来，就承认过啊，就是囚犯啊这种器官移植啊等等。但是活体器官移植这么震撼的事情呢，我就没有见到过传统媒体报道过这件事啊。所以，既然你提到，我就可以明确的讲，在目前来看，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一个媒体，就是法轮功媒体，好吧？啊，我没办法证实，我也没办法评价啊。情况坐标佛山，中小学生今天正式通知所有学生父母要打疫苗，不打疫苗学生不能上学啊。提问，请问王老师，疫情的事情和缅甸的事情真的没人管吗？我甚至有点怀疑，这是否应该相信有正义啊？你跟我提这样的问题，我也没办法答你。这个世界呢，不是说你想让它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它还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啊，我们还是要跟随这个规律走啊。观点：共产党其实并不是西方国家所谓的政党，而是一个以颠覆现有秩序为目标，实行无限制社会性战争的极端组织。所谓的新闻，所谓的媒体，在共产党看来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根本谈不上任何自由度。观点：这次七国集团外长会议邀请了东盟国家和韩国和印度与会，这应该是拜登政府努力重建盟友联盟的行动之一。OK， 这个我是刚刚听说啊，哦，是吗？啊，那是有政治意图啊。观点：台湾的外交应该更加主动、更加灵活，民间和官方交流要频繁主动，模式要新颖。也许和韩国、日本签署情报共享协议，与澳洲积极建交，与印度加强产业互补，都是可以讨论的选项。提问：可否王先生点评一下美韩关系的最新状况和下一阶段的核心问题？我觉得当美韩宣布这个韩国总统访美的日期的时候，我觉得美韩的问题已经搞定了啊。如果没有宣布日期，那这件事情还在解决当中，理论上来说应该解决了啊，才会宣布这个访美的日期啊。所以美韩关系最新状况应该差不多就是像那个日本首相访美的情况是差不多的。下一阶段核心是什么？就看美韩的联合声明是什么了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比日本还要含蓄一点，大概是这样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怎么看今天新西兰总理关于中国的谈话，算是归队了吗？另外，南华早报关于新闻下的标题跟全世界媒体不同，显然已经在共产党羽翼下。南华早报一向如此啊，早就已经是了，这已经有十几20年了啊。南华早报我们不讨论，就是关于这个新西兰总理的这个谈话，我觉得跟什么有关系哈？跟上个月底这个澳洲外长访问新西兰是有关系的。应该双方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协商吧，我觉得中间是有些问题中间是有些问题，这个问题有点不一样，可能新西兰本身遇到的情况比澳洲比其他的国家要严重，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你说新西兰在五眼联盟中掉队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事情。这对新西兰来说，你想一下，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觉得迟早，老实讲呢，我对新西兰掉队，我觉得那是不可能啊，那是不可能啊。
提问，请问王老师，联合国是不是越来越只有象征意义，在国际问题上越来越透明？这个观点呢，基本上是川普的观点。川普就觉得联合国都可以退权，差不多得这样。我觉得不是。联合国是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当中的中心。为什么联合国越来越发挥不了作用？就是过去4年，川普政府的退群的政策造成的后果。你想一下，在冷战时期，联合国、美国和西方国家都可以利用联合国来发挥他们想要发挥的作用，何况是现在？所以可见是什么？可见这个美国优先的政策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是有重大的伤害的啊。所以为什么联合国越来越不管用？因为你没有管啊，它怎么会有用呢？是不是？观点，我上日语课时，老师讲音读和训读时提到，日语的名词有一部分源自于中文，但大部分现在我们使用的名词来源于日语。现代西方文化传到中日两国的时候，涉及到文学翻译，日本比中国翻译的早，在翻译的时候没有用平假名，而用的是日式汉语，而且全部用音读音。中国学者在翻译时发现，无论怎么翻，都翻不出更加精辟、精简。后来就直接沿用了日本人的翻译。从后现代出现的一些科目，比如政治、经济、数理化、医学、法律等相关词汇，其实全部来自于日语，非常正确，非常正确。所以那天我看谁在一个视频里面说到说中国人经常说我们4大发明，然后那个他们家的孩子说4大发明才4个发明，你看看美国发明多少，就是这样。这就是你说中国在过去100年给人类贡献了什么？现在还在讲4大发明。观点，我会把生活中的灵感以及想表达的观点提前几天准备好，在直播时发，有时临时发挥，所以以前前后不搭调，给黄老师道歉啊，不客气啊，没关系，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我只有一点，我对5毛很敏感，所以有的时候会误中副车，也请大家原谅啊，因为我非常敏感，就是我不想被5毛利用，所以我会有的时候会反应过敏啊，这也是我的毛病。提问，王老师好，我在筹划自己的自媒体频道，内容涉及到旅游和历史，比较犹豫的是要不要投放到国内的一些平台，比如说 B 站。如果投放了，感觉势必要照顾一下言论环境，很担心这样的长期下去，自己会失去做节目的动力。请问王老师，我这种担忧是否有道理？有道理。而且我建议什么呢？我建议2点。第一点，只做一个平台。你说啊，我这个平台也放，那个平台吧，第一，你没有时间搞，你只做一个平台。比如说你要做 YouTube， 只做 YouTube， 其他的以后再说，先把 YouTube 做起来再说。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又说做到旅游和历史啊，要么做旅游，要么做历史，不要旅游和历史，只做一点。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自媒体烟波浩渺那么多，你要把它做出好，做出彩来，只能是聚焦在某一个点上，而且这个点是你非常有把握、非常有心得的部分就好了，把这一点做好就够了啊。好吧，明谢 Lao in Lao 谢谢Stu One 谢谢 Helen 谢谢果喷水谢谢，请王老师喝咖啡辛劳了，谢谢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